2025年4月，缅甸局势迎来关键转折点。根据多家缅甸媒体爆料，目前驻扎在腊戌的果敢同盟军部队将于4月21日前撤离腊戌。目前，部分同盟军政府机关和腊戌人民医院的人员已经开始打包办公设备及文件，准备前往腊戌以北的木邦县。与此同时，由缅甸军政府派遣的部分工作人员将于4月底进驻腊戌，届时腊戌城区的12个堡将由缅甸军政府负责管理。缅军将进驻原东北军区司令部区域，而腊戌周边的几大战略要地仍有同盟军实际控制。在移交腊戌市的管理权后，同盟军在城区仍保留联络处或者办事处之类的机构。不仅如此，同盟军在腊戌警察局等部门也将保留有自己的人员代表。随后，同盟军腊戌军事管理委员会参谋长向腊戌市行政和安全官员发表声明，确认同盟军从腊戌市区撤出的最后期限已经定在了4月21日。他表示，同盟军从腊戌市撤出，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腊戌周边地区。根据同盟军与缅军先前达成的协议，进入腊戌市的军政府部队将不允许在市区内或周边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否则同盟军会立即重新进驻腊戌市。同盟军的另一名官员表示，撤出腊戌是暂时的，取决于缅甸不断变化的军事动态，这表明未来同盟军可能会重返腊戌。另外，从4月7日开始，同盟军在腊戌的云南会馆向在1027行动中被同盟军炮火毁坏的房屋发放赔偿金，每栋房屋赔偿500万缅元，约合人民币17500元。赔偿工作仍在进行中。从具体实控范围来看，同盟军部队将继续控制腊戌的周边区域，其中包括腊戌到南渡方向的环城公路、腊戌到美航和西部的公路，以及对腊戌近郊507营基地构成威胁的高地直到12堡之间的区域。这也意味着缅军进驻腊戌后将在同盟军的包围圈内。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缅军政府部队将进入腊戌，但预计他们将被限制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周边。同盟军将维持其在腊戌周围的现有阵地，包括蒙牙、南兰和当阳周边的阵地。同盟军腊戌军管会负责人将留在腊戌，并保留同盟军联络部门。与此同时，有关方面政府代表也将在腊戌开设办事处，密切关注局势。据腊戌医院工作人员称，腊戌市人民医院将由有关方面和缅军共同管理，这促使同盟军将主要医疗设备搬迁到木邦县的医院。从4月21日开始，缅军政府下属的民事部门将开始进入腊戌市。然而，腊戌当地居民担忧，一旦缅军部队抵达，他们将逮捕同盟军管理人员、医院工作人员、教师、安保人员和公民不服从运动参与者。人们还担心戒严期间会强制征兵。当然，也有消息称，北方曾通过各种方式向同盟军方面施压，要求其将腊戌移交给军政府，以恢复腊戌与云南之间的跨境贸易。缅甸局势自3月以来可谓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就在3月上旬，若开军突入伊洛瓦底平原里密那一线，人民保卫军开始进攻西当和仰曼公路沿线，缅军节节败退，局势完全朝着对明第五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3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缅甸大地震改变了这一切。为了救灾，包括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在内的三兄弟联盟、克钦独立军、民族团结政府方面分别宣布临时停火2周到1个月的时间，给了缅军宝贵的喘息机会。随后，缅军也是连招频出，先是在外交上用停火20天的声明换取参加泰国峰会的保证，之后又快速跟同盟军落实了共管腊戌的协议内容。而就在泰国峰会期间，敏昂莱和孟加拉领导人会谈，当面承诺将接回18万通过了资格审查的罗兴亚人。这一举措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缓和了和孟加拉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罗兴亚人制衡若开军的进攻。假设缅军把这18万人安置到了若开邦的实队，缴票或曼昂，缅军不仅可以从中征集数千名团，即使日后若开军占领了这3个地方，都需要大量兵力去监视和控制这些区域。这无疑为日后若开族跟罗兴亚人和孟加拉的关系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而若开军想避免今后被动的状况，就得放缓对在马圭省、博古省和伊洛瓦底省的军事行动，跟缅军展开谈判，或者回过头来赶在罗兴亚人进入前先围攻若开邦重镇实队和缴票。缅军最近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研判后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首先，跟同盟军达成协议，至少能腾出数千机动兵力，投入到目前争夺激烈的善邦南部的当坎、克钦邦以及克伦尼邦的战场。缅军的战略意图，就是在中方的调停下，逐步实现对果敢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以及克钦军的停火，然后回头集中兵力打垮其他不愿意停火的明第五，最后再与团结政府所领导的人民保卫军决战。预计缅军的战略路线图应该会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4到6月份，会在南部持续抵御若开军进攻的同时，集中兵力重点打击善邦的德昂军，迫使德昂军签订城下之盟。据悉，原本在南兰与同盟军对峙的缅军505营和17营已经换防到了当坎。
随后第二阶段也就是年中，缅军的重点将会扫荡曼德勒南部闽建以及马德亚、德贝京周边的人民保卫军。地震前，缅军在该地的不少据点兵力已经从50人增至200人，同时重点进攻西当河流域的人民保卫军南部战区主力。第三阶段，也就是年底前，如果缅军能确保整个伊洛瓦底江东岸其核心统治区的稳定，缅军按承诺通过大选转型也就名正言顺了。当然，对各大明第5以及人民保卫军而言，能否摒弃成见，协同作战就成了破局的关键。首先，在当坎方向的德昂军要尽可能长时间的顶住压力，拖住缅军，而若开军及其盟友在此期间要尽可能多的控制伊洛瓦底省、博固省以及马圭省的伊洛瓦底江西岸地区。其次，西当河流域、克伦邦、克伦尼邦等地的人民保卫军主力需要开始发力，加大输出消耗缅军，延缓缅军的恢复速度。博固省、马圭省、伊洛瓦底省、仰光省等地的地下人民保卫军也要对缅军的基层政权加强打击力度，延缓缅军征兵速度。最后，什阶省、曼德勒省北部的人民保卫军以及克钦军需要发力，尽快攻城略地。如果德昂军未来数个月顶不住压力，与缅军实现停火，克钦军在巴莫仍然久攻不下，曼德勒和什阶的人民保卫军恐怕就要陷入被动。不过，虽然缅军这个计划比之前的计划更具可行性，但是鉴于其基层羸弱的执行能力以及灾后重建的巨大投入，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缅军第一次看到了扭转战局的希望。就在缅军宣布停火的当天，还出动战机空袭了若开军、德昂军和克钦军的实控区域。因此，明第5方面发文指责缅军没有停火的诚意。再看缅甸这次100年一遇的7.9级地震，它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实在太大，可以说是自从1897年印度阿萨姆邦88级大地震以来，南亚最大的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与缅甸相邻的中国云南省也震感强烈。况且震源还位于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附近，作为缅甸曾经的王城，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此地，也有很多华人在此生活或者经营玉石生意。再加上多达71次余震，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截止4月5日，这次地震已经造成3354人死亡，4508人受伤，220人失踪。随着震后救灾工作的推进，预计统计人数还会增加。救援上，由于什阶大桥受损倒塌，禁止货车通行，大量货车积压在曼德勒江边港口等待过江，严重影响救援工作进行。屋漏偏逢连夜雨，4月5日晚上开始，曼德勒、什阶等地又遭遇了强台风。由于担忧持续余震威胁及受损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大量民众被迫在露天场所和主要道路旁搭建临时雨棚避难。强风强降雨已导致恢复电力供应的多地电力中断。救援组织表示，风雨天气使灾民处境更加艰难。阿马拉布拉镇一名地震灾民说，因为地震无法住家里，只能睡在街上，现在又下大雨，我们除了哭什么都做不了。面对这场灾难，缅甸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都做出了相应的举措。缅军首脑敏昂莱宣布，从2025年3月31日开始全国哀悼7天，宣布4月2日至22日临时停火，停止对反对派武装的军事行动，并罕见地发出国际援助呼吁。然而，由于缅甸长期以来外交孤立，来自英美等国的制裁以及后勤障碍使援助工作复杂化，代表流亡政府的民族团结政府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人民防卫军从3月30日开始在地震灾区进行为期2周的停火。该停火保留了自卫权，但旨在促进援助，与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保障安全、交通和临时营地。目前名义上保持中立的缅北佤邦、勐拉等地，在地震当天迅速成立地震灾后工作组，第一时间发起向灾区捐款捐物倡议。果敢地区在同盟军司令彭德仁的带领下，也纷纷响应向缅甸地震灾区捐款捐物。3月29日，果敢同盟军下辖第1特区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各县市马上成立救灾领导小组，动员辖区官兵和群众开展捐款捐物救灾活动。特区成立救援队，准备相应车辆和物资器材待命。区内医院要准备无偿救助灾区受灾群众。特区政府和人民为受灾群众无偿提供食宿。原定泼水节活动取消，各级地方政府近期不得举办其他庆祝活动。同时，缅北3兄弟联盟，也就是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3支民族地方武装，单方面宣布4月1日至30日除自卫还击外，不主动发动攻势，为期1个月。不过，目前军方和民族地方武装的交火仍有出现。4月1日，若开军进攻皎漂镇一个军方据点，称是对缅军空袭平民村庄的回应。在国际社会方面，
截至4月4日，国际政府和组织对缅甸受地震的援助已超过8000万美元，来自17个国家的2000多名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工作。其中，英国表示将援助缅甸1500万英镑，约合2000万美元。不过，英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其提供的援助不会直接交给缅甸军政府，而是通过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实施援助。作为缅甸的邻居，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宣布提供1亿元人民币，约合1400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首批物资包括帐篷、毛毯、食品、饮用水等于3月31日空运至缅甸。另外，中国各地的多支专业救援队陆续驰援，其中云南救援医疗队在震后18小时就抵达缅甸，在首都内比都开展救援。另有中国救援队、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等约400名中国地震专家、医护人员在缅各地参与抗震救灾。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缅甸内战的原因，之前从云南出发的红十字救援物资车队途中还遭遇了缅军部队的鸣枪警告。不过，从最新的视频看，车队已经在缅甸警方的护送下安全抵达曼德勒救灾营地。美国国务院在当地时间周一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个小组正在前往缅甸，帮助确定缅甸地震后最紧迫的需求。美方也已承诺通过设在缅甸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的援助，后续会在评估后追加。然而，由于无法从缅甸军政府获得签证，这3人组评估小组的出发被推迟了。这一情况也凸显出美国与缅甸军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方对缅甸地震救援工作的推进速度。同样，作为缅甸邻居的泰国，在3月30日有55名救援人员抵达缅甸、富曼德勒、内比都、仰光救灾。泰国方面承诺保障地震受伤人员在泰国进行相关治疗。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派出了救援队。这一系列国际援助行动体现了在重大灾难面前国际社会的团结与互助，但同时由于缅甸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同国家的援助方式和渠道也各有不同。如何将这些援助高效、合理的分配到受灾民众手中，成为摆在缅甸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回到缅甸国内的军事局势，腊戌权力交接以及缅军后续战略计划对缅甸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缅军的战略计划虽然看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缅军基层执行能力的羸弱，在过往的军事行动和行政事务处理中已多次显现。基层部队在执行命令时，可能出现理解偏差、行动拖沓等问题，导致战略意图无法有效落实。而且，灾后重建需要巨大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缅甸国内经济在长期的战乱和国际制裁下，本就面临困境，此时进行大规模灾后重建，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可能会分散缅军的军事资源，影响其战略计划的推进速度。明第五对缅军停火诚意的质疑，也反映出双方之间信任的缺失，这将使得缅军在与明第五的谈判和周旋中面临更大的阻力。其战略计划中的停火、分化明第五等策略实施起来难度加大，而缅甸军政府如何平衡军事战略和国际压力，也是摆在其面前的重大课题。同样，对于明第五和人民保卫军来说，能否有效联合，打破缅军的战略围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缅甸未来的政治格局。缅甸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军事冲突是否会再次升级，取决于各方的战略决策和执行能力。国际社会的援助能否真正帮助缅甸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也有待观察。本频道将持续关注缅甸局势的发展，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